童年的最后一块拼图总算集齐，一礼创完的集结战宝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视频开始前，先让我给大家道个歉，因为摄影棚的尺寸缘故啊，本期视频的国宝战神啊拍的并不是很好，还望大家理解。本次的集结战宝除了主体以外，还附带了彩透外甲的特点，2套共计4版关节强化零件，以及终于集齐成套的国宝特工镭射卡。集结战宝的驾驶员波罗小威同样是给了2体，一体实色，一体透明。然后这一次波罗小威呢是通过按压头部后方按钮来替换面部表情的，一共有8个预涂装面标。集结战宝的主体尺寸非常巨大，仅单体情况下，长度来到了40厘米，高度来到了20厘米。因为体积原因呢，拼装基本上都是以大块零件为主的，内部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填充啊，并非一个大空壳。也许考虑到关节强度啊，组合度并不是很好，很多关节呢都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甚至工具来辅助安装，重量也是相当坠手。在一些大块面同色系的位置呢，机体表面的浮雕细节刻画呢也没有少啊。展开胸部驾驶舱呢，内部的7个国宝驾驶舱是用贴纸来进行刻画的，在有限的尺寸里面呢，个人觉得这个还原度还算是不错的。驾驶舱下方的第2处展开呢，内部是用于收纳一个发声组件的，首批特点呢是附送发声模组的，需要自备一个3V CR2032的纽扣电池，我这边买了，但是快递还没有到，只能后续以 DLC 的形式放送给大家了。接着来到下方的驾驶舱，这里就是波罗小威的宝座了，内部是带有驾驶舱的细节刻画的，可以直接把波罗小威放到驾驶舱内部驾驶集结战宝。这里有个问题是放了波罗小威之后，驾驶舱会出现合不上的情况啊，取出波罗小威就没有这个情况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类似胯部这类承重关节，套件内都使用了齿轮结构，但是这套产品的胯部呢，它又正好没有关节锁，所以把玩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胯部容易侧向脱出啊。不过实际合体完成之后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，因为国宝战神呢，基本上没有办法把玩。像是这个类似侧裙甲的髋关节啊，它还设置了拉伸的可动啊，但实际上这个组件呢，不会为任何位置产生干涉，反而做成固定的呢，可能会使整体结构更加稳定一些。然后在拼装过程中呢，背后这个白色喷口零件呢，它实际上是一个装饰件，并且合体的时候是需要拆的，也不太好拆。如果你准备合体，就不要装这个零件了。那以上这些呢，就是这款集结战宝的整体看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国模史上罕见的7合1大合体机甲的组合过程吧。合体完成以后的尺寸非常巨大，直接来到了52厘米啊，将近2个 PG 的尺寸。整款产品合体完成以后的体型还算修得好看啊，不过我个人觉得香橙的这个头啊，看起来会有点老实。产品的自立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套件内还是给了一个辅助支架啊。如果说长期站柜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把辅助支架加上比较好。不过讲实话呢，一般的柜子也放不下这个庞然巨物。那么从整体比例上来看啊，就是这个草莓的翅膀呢显得有点小气了，并且在搭载完光翼特效件以后，如果想要翅膀进行展开的话，需要进行一定的角度调整。一展完成以后呢，产品达到60多厘米的高度啊，直接给我干到顶灯上来了。比起正面的产品的背面细节显得相当丰富啊，整个背面的观感非常好。最后关于可动，其实集结战宝对于每个关节都有照顾到，但是早期出的菠萝和小果啊，也就是左右2条手臂的可动实在不太理想，不能平举，不能大风车，实在对可动影响有点大。那整体的话，肯定就是一个以战狮为主的产品了。不过这个大几斤的重量啊，应该也不会有人拿在手上玩啊，非常的坠手。然后给大家一个建议是，合体之前把所有单体状态的手部都给取下来，因为可动手的手指装甲零件容易脱落啊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款等了将近2年的国宝战神简单分享了。很显然产品还有着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这套产品的意义真的非同小可啊，起码给了童年一份完整的答卷。那不知道各位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觉得这套产品究竟如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讨论啊。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模棱两可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很快再见。